夫妻俩去泰国旅游，可回来的只有丈夫自己。丈夫杀妻骗保，对外声称是一场意外，顺利拿到了保险公司的高额赔偿金。对于妻子挪用公款一事，他假装毫不知情。最终警察判定妻子盗窃公司财产，畏罪自杀。谁知妻子死后，渣男丈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岳父赶出家门，因为房子已经提前被他过户到自己名下。渣男这一举动让岳父更加深信不疑，女儿是被他杀害的。如今女儿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老父亲也拿不出他杀人的任何证据。渣男做的一切简直丧尽天良。有了妻子的赔偿金后，他的胆子逐渐变大，公开举报上级贪污腐败、房产建筑偷工减料。没想到这一举动竟然得到了董事长的赞赏，不仅没有开除这个小人，反而把他升为了公司总经理。正所谓小人得志，渣男每天穿着西装革履，喝着红酒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杀妻一事。只有儿子偷偷将母亲的遗照供奉在抽屉里，如今唯一疼他的爷爷还被送进了养老院，儿子整天以泪洗面。都说坏人偿命，渣男当上总经理后，竟然还俘获董事长千金的芳心，短时间名利双收，过上了奢靡的生活。可渣男万万没想到，妻子不但没有葬身大海，反而被路过的渔船救下。妻子从医院苏醒后，迫不及待给家里打去电话，但他被大海泡了太久，嗓子损坏，无法说出一句话。儿子在电话另一边反复询问他是谁，女人却急得直哭。儿子认为是骚扰电话，挂断了电话。无意间，女人走进卫生间，发现自己严重毁容，吓得她惊声尖叫。可女人太想念儿子了，她戴着斗篷，偷偷站在家的远处观望。没有了母亲的照顾，6岁儿子学会了自己煮面。由于水太烫，身高又不足，面全部洒在了地上。女人心疼儿子，匆忙跑上前想去帮忙。这时她看见渣男丈夫护着董事长女儿有说有笑下了车，那种感情几十年夫妻的她都没有体会过，气得她咬牙切齿。她本想冲上前去扇人渣耳光，但是现在她完全没有底气。然而更可气的是，儿子大声喊饿，渣男却嫌弃儿子吵，抱起来伸手就打。女人急了，拿起砖头砸碎玻璃。儿子见父亲受伤，大骂女人是疯子、神经病，甚至报了警。无家可归的女人只好来到了闺蜜住处。现在女人不仅颜面尽毁，还不会说话，闺蜜哪里能认出她是谁？迫不及待轰她离开。女人忍不住跪地痛哭，闺蜜哥哥使用暴力强行将她赶出了家门。此时天空下着暴雨，似乎在暗示女人不幸的命运。直到闺蜜看到女人在纸上留下的那个熟悉的疯字之后，才猜出她的真实身份，急忙追出门外。闺蜜二人终于相认，有了闺蜜的帮助，这一次女人要拿回属于她的一切。